上一回我们说到，通过推恩令的内部裂变和告民政策的合法洗劫，汉武帝完成了帝国史上前所未有的财富与权力重组。未央宫的国库里堆满了铜钱，上林苑的马厩里养肥了战马。刘彻手握着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资源，但他却发现自己根本不知道该怎么打仗。在马邑之谋中，大汉出动了30万大军，却连匈奴人的马尾巴都没摸到。为什么？因为大汉帝国的军事系统太老了。从春秋战国到楚汉相争，中原王朝打的都是阵地战。我们引以为傲的是重装步兵的方阵，是强弓硬弩的火力覆盖，是战车冲锋的排山倒海。这套打法在平原上无敌，但在广袤的蒙古高原上，这就是一堆移动缓慢的废铁。匈奴人根本不和你结阵，他们是风，是狼群。他们利用极致的机动性，打得赢就咬你一口，打不赢瞬间消失在草原深处。你想用重装步兵去围剿轻骑兵，就像开着重型卡车去抓苍蝇，力量再大也是无效输出。汉武帝站在未央宫的地图前，盯着北方的阴山，他意识到要对付匈奴的游击战术，靠读孙子兵法是没用的。他必须抛弃中原王朝几百年来的战争尊严，去学习敌人的逻辑，但他绝不是去简单的抄匈奴人的作业。汉武帝花了10几年时间，将上林苑天子六厩的战马扩充到了数十万匹的恐怖规模。他组建了最精锐的羽林骑，批量生产出了环手铁刀和重型强弩。更可怕的是，他强行把步兵时代的近战冲击纪律移植到了骑兵身上。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兵种替换，这是中原王朝第一次系统性的骑兵现代化，从传统的骑射游击进化成了铁骑冲锋加强弩覆盖的混合绞肉机。他需要一个没有被旧兵法洗脑的新人来操纵这台机器。这时候，一个曾经在上林苑里给别人牵马的骑奴披上了大汉的铠甲。卫青正是这场军事范式大转变的完美执行者。今天让我们翻开大汉对匈奴的绝地反击战，看一看一个出身卑微的奴隶是如何用极致的闪电战把匈奴人引以为傲的机动性彻底踩碎在马蹄之下。公元前129年，汉武帝决定主动出击。这一次，他没有搞30万人的大兵团决战，而是派出4路大军，每路1万骑兵，像4根探针一样，同时扎向大漠。这4路大军的统帅代表了2种完全不同的战争逻辑。其中一路是名满天下、被文人墨客吹捧上天的飞将军李广。李广出身将门，剑法如神，他打仗打的是英雄主义，打的是个人传奇。他喜欢身先士卒，喜欢单挑，喜欢在绝境中展现个人的勇武。而另一路是第一次带兵出征的车骑将军卫青。和李广比起来，卫青的履历苍白的可笑。他是个私生子，从小放羊，后来成了平阳公主家里的高级马夫，为人仁善退让，以和柔自媚于上。在旧贵族眼里，这就是个靠姐姐卫子夫上位，性格唯唯诺诺的外戚暴发户。但这4路大军洒进大漠之后，结局却极其黑色幽默。公孙敖战败，损失7000骑兵；公孙贺在大漠里迷了路，空手而归。最惨的是飞将军李广全军覆没，自己被活捉。虽然他靠着个人勇武装死夺马惊险逃回，但从军事角度看，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败仗。4路大军3路崩盘，大汉帝国的精锐被匈奴当成新手村的小怪收割。直到卫青的战报传回长安，这个从来没读过兵法的骑奴交出了一份让所有老将军闭嘴的答卷。史书里记下的战果，无论是数百还是700级，听起来似乎微不足道，但你要看这几百人是在哪里杀的。龙城，那是匈奴每年5月祭天单于聚众议事的神经中枢。卫青根本没有去纠缠边境上的游骑，他用极致的隐蔽和长途奔袭切开了匈奴的腹地。这不是杀多少人的问题，而是第一次向全天下证明，大汉的铁骑同样可以穿透大漠，摧毁匈奴人不可侵犯的政治图腾。这场仗在心理上的震慑力远超战果本身。反观李广，他的个人传奇虽然在边塞流传了几十年，但在国家级的战略系统面前，个人的勇武终究敌不过定位、奔袭、拔刀、撤离的效率。古典的英雄主义在这个骑奴的实用主义面前黯然退场。龙城之战后，汉武帝彻底看清了未来的战争形态，但这种强力输出的背后是人类历史上最夸张的物资杠杆。根据推算，为了维持卫青这1万骑兵在漠北的一场机动作战，后方需要调动至少5万名步兵和数十万名夫进行阶梯式补给。
史料虽未精确记载，但按一匹战马出塞日耗10斤草料推算，这批粮草运到前线，路上运输队自己就要吃掉大半。所以卫青在河南地之战中掠夺的那100万头牛羊，其战略价值等同于让汉武帝在不消耗国库的情况下，给大军续了1个月的满状态命条。这种以战养战的后勤逻辑，才是大汉战争机器能跑起来的底层代码。那些读着《左传》讲究排兵布阵的老贵族，全都被他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大汉帝国的军事指挥权被全盘交给了卫青。公元前127年，匈奴人为了报复，大举入侵上古、渔阳，烧杀抢掠，汉朝朝野震动。所有人都以为卫青会去幽州前线支援，但是卫青看着地图，做出了一个疯狂的战术动作。他没有去救火，他带着大军从西边的云中郡出塞，沿着黄河的几字湾向西向南画出了一个巨大的半圆形弧线。他一头扎进了匈奴的正后方河南地河套平原。这是一次教科书级别的大迂回穿插。驻守在河南地的匈奴楼烦王和白羊王做梦也没想到汉军会从自己的背后杀出来。卫青果断抛弃了所有沉重的辎重，全军轻装简从，靠着就地缴获的上百万头牛羊作为全军的补给，把汉军变成了一支纯粹的游牧骑兵。今车骑将军亲渡西河至高阙，获首虏2300级，车资畜产必收为虏，以封为列侯，全甲兵而还，一封清3000户。这不仅是一场闪电战，更是大汉军屯模式的恐怖雏形。他们不光打游击，还在夺下河套之后，迅速筑起了朔方和五原2座重镇。牧民喜朔方10万口，10万中原百姓带着农具和武器扎进了这片草原。游牧民族的急速机动，加上中原王朝的筑城技术和铁器优势，卫青把机动瞬间转化为了持久占领。这才是大汉帝国对匈奴真正的降维打击。河南地之战是汉匈战争的巨大分水岭，大汉帝国在匈奴人的肚皮底下硬生生钉进去了一颗钢钉。我们从地图上看，河套平原在被卫青收复之前，匈奴骑兵驻扎在河套，距离大汉首都长安的直线距离只有700里。这意味着只要匈奴单于愿意，他的轻骑兵只需要3天3夜的强行军就能直接冲进未央宫的大门。这就像是一把顶在帝国喉咙上的尖刀。卫青通过这一战，把这把刀反手插回了匈奴的软肋，收复河套并建立朔方郡，让汉军的防御前哨向北推进了300公里，强行拉开了战略纵深，把长安从一线战场变成了安全的大后方。从此以后，朔方城成了大汉骑兵最完美的前线基地。卫青班师回朝，被封为长平侯。当他穿着带血的铠甲跪在未央宫时，旧时代的战争规则被彻底撕碎了。卫青证明了自己是汉武帝最完美的战争 CEO。他的底色是稳中求胜，每打一仗必算后路，精准控制伤亡，严格遵守法度。他是一个挑不出毛病的体系化统帅。但随着战马群越来越庞大，刘彻的野心已经不仅仅是击退和夺地了。他要的是对匈奴这个北方强敌的战略性清零，彻底解除北方威胁。对于这个终极目标，卫青太稳了。刘彻转过头看向了卫青身边那个17岁的少年。那个少年没放过羊，也没读过兵书，但他对速度有一种极致的狂热。他敢孤军深入，他不要后路，他信奉唯快不破。这对旧省，一个代表了大汉体系化胜利的巅峰，另一个则预示着这台战争机器即将迎来最极端的机动性变异。下期视频，我们将见证中国冷兵器史上堪称奇迹的战术狂飙。那个叫霍去病的少年，即将把卫青的闪电战升级成一场没有补给、没有后方、全天候的绝地大逃杀。